嗨，大家好。今天凉快啊，我不知道气温多少度啊，反正我今天穿着短袖短裤出来，感觉凉飕飕的啊。今天应该一天都有80%要下雨的天气啊，但现在呢是没有下雨，所以趁着这个凉爽的时候啊，出来骑行一下。今天呢，就打算在村里骑行一下啊。本来呢没什么好拍的，但是前2天啊，我用这个摄像机到南沙去拍摄回来呢，路上又出现了一个因为机器过热造成的停机。有了这样的信号出来呢，我就担心啊，对这个机器、对这个内存卡，可能都会有某种程度的损害啊。或者呢会发生一些错误，所以我今天呢还是在村里骑行一下啊，看看我充了电的这个摄像机，包括我新买的这个内存卡，它会不会因为这一次过热就产生一些问题？因为之前呢产生过这样的过热就造成了有一段时间啊，有几次吧，在拍摄的过程当中，这个屏幕就感觉就不能正确的曝光了，总感觉一种曝光过度然后呢要经过重启、重新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才能够恢复正常。但是呢，我今天刚刚打开这个摄像机的时候呢，看到屏幕镜头前面的景物应该是正常的一个状态。总之呢，这个摄像机就是有很多的问题，我相信呢，将来在这个基础上会有更多的更新换代，来解决一些容易出错的地方。我个人感觉呢，就是这些芯片电路这些硬件呢，有跟不上这种高品质需要的大量的运算这样的能力。这个呢就有点像我们买苹果的手机，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如果你要把这个系统升级，就你的功能变得更强大的同时呢，它的那个耗电量就会有些地方呢就会转不过来，机器呢也容易发烫甚至严重时候呢也会出现机器停止死机的状态，感觉是一个道理
果然今天呢是下雨的天气啊，才骑到起伏湖边啊，就已经飘起雨来了。如果很快就下大的话呢，我就只能尽快回家了。这里没人啊。节过完了啊，湖畔的广场舞又开始了。如果在不打扰别人的情况底下啊，不管你唱歌跳舞，我觉得都是各自的雅兴啊。但如果你在一个居民区，在人家住宅的楼下，时不时来一段音乐啊，吼上一嗓子，那就是扰民了啊。
经过了一段时间的酝酿啊，计划呢出一趟远门。前阵子呢在网上订的机票啊，原本呢也有各种直达转机、转一趟机或者转2趟机等等的选择，但是呢没有去理解这些航空公司给你挖的坑啊，就光顾着省钱啊，看到价格便宜的机票呢，没有丝毫的犹豫啊，就买了一张需要多次换乘的机票啊。买了以后仔细一看呢，就发现原来啊是搭乘的廉价航空啊。当然我知道啊，一分价钱一分货嘛。对于廉价航空公司本身我没有任何抵触啊，因为以前在国内啊也是经常乘坐啊，只要时间合适，只要能把你安全的载到目的地啊，我觉得其他的都无所谓。尤其是对于那些短途的航班啊，几个小时怎么着也就过去了啊。只是让我没想到的呢，现在那些国际航线啊，国际航班也有很多名字都没听说过的廉价航空公司。转机也就算了啊，要命的是居然很多航程啊都不包行李托运，也就是说他没有跟你说你还要购买托运行李的重量啊，也就是说你要托运行李啊，就必须要另外购买相应重量的托运的服务啊。而且呢，据说你事先在网上预定多少重量的行李啊，这个托运费和你当天到柜台去办理差异很大。而且我发现其中有一段啊，就连你提上飞机的手提行李啊，都要另外付费啊。这个真是让我没有想到啊，也是第一次经历。但是票都买了，谁让你贪图便宜啊？其实费用也不便宜，可能因为现在整体的飞机票的价格都涨得厉害有关吧。按照我几年以前出国旅行的老观念啊，觉得1万块钱人民币以内打来回应该是一个正常的价格。但现在呢，对不起，你只好坐廉价航空的航班。然后这个里面呢，除了刚刚说到的行李托运之外啊，还有很多其他的坑，比方说全程没有餐食，甚至连吃水都没有，并且呢，这个机舱里面的座位啊五花八门。如果你想选一个稍微舒适一点，那对不起，你又得要加多少钱啊？大概就这么来的。还有一个呢，就是你在机场转机啊，甚至它不是同一个机场，这个也让我感到很惊讶啊。比方说我这次买的一程就是从香港飞到日本，目的地呢是羽田机场，然后呢你第2程起飞的机场却是成田机场啊。虽然这个中间给了你足够的时间，但是要从一个机场移动到另一个机场啊，毕竟还是有些麻烦。当时我买的时候呢，也没注意看啊，我觉得都是想当然的，以为这些航空公司或者是那些票务啊，他应该都会把这些东西安排好。总之就是不会给旅客造成太大的麻烦啊。但现在看来完全是想错了啊，就太盲目的信任了这些票务。或者呢是按照以前的一种老的经验啊，以为呢即便是中间要换乘，应该也是非常容易的一件事，无非就在同一个机场呢等个几个小时啊，哪怕更长一点时间，你就在机场里面溜达溜达，逛逛商店，找些吃的也就过去了。但是这次不同了啊，要从一个机场移动到另外一个机场。看看到时候会发生什么状况啊。但是呢，既来之则安之啊。既然已经买了这样的票，即便是买错了，我相信呢，最终也是能够顺利的把你载到你要去的最终的目的地啊。那么中间的一些小小挑战啊，我觉得
就把它当成旅途上增加的一些见闻呢，说不定呢还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下啊，相信呢也会是一种比较独特的体验。今天呢我在村内骑行，就卖个关子啊，我想如果关注我视频的朋友呢，相信在几天之后就可以看到我出门旅行的路上的分享。相信首先呢应该就是那些到各个机场换乘遇到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敬请大家期待。好了，今天呢就是趁着在村里骑行跟大家报告一下几天以后出游的事请热衷于旅行并享受旅行途中那种愉悦的朋友呢，可以跟随我的频道追踪我旅行的足迹相信在后续的几个礼拜里面呢，会陆陆续续的跟大家分享我在旅行途中的见闻，也希望大家呢不吝分享各自的旅行见闻和体会给我一些提示，给我一些参考。那谢谢大家的观赏，我们旅途上见，拜拜。